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们今天来验证一个交易策略。原作者说，这个方法在2天半的时间内获取了102%的收益，听起来很不错啊，但是口说无凭。这是我前段时间上传的一个视频，标题叫做“用量化验证一个号称2天翻倍的交易策略”，其中分享的就是围绕着拉盖尔指标做的一个交易策略。感兴趣的可以去这个视频详细的看一下。里面也测试了不同条件下这个策略在最近12年的绩效，就是这样的一条资金曲线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逐行代码的去把这个策略再实现一遍。这个代码的实现过程会比较长，我可能会分成2-3个视频进行发布，所以如果还没有关注的话，还请关注一下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面的视频了。那我们开始。大家可以点击这个 MT5 菜单栏这里的这个 IDE 图标，或者是按 F4 都可以。这样的话，它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代码编辑器。而我这里的话就不使用自带的那个编辑器了，我使用这个 VS Code。如果你也想换一个编辑器来编写你的 MQL5 代码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前面的视频，我有分享过相关的这个教程。那么还是我们先新建一个文件夹，然后再建一个 MQL5 的文件，这样的话代码看起来就会比较规整一些。取一个名字 plus， 然后拉盖尔，取个拉盖尔这个名字吧。然后再在这个文件夹下，我们新建一个文件，名字就叫做 plus， 然后拉盖尔，再把 MQ5 的后缀给它加上，回车。这样的话就新建了一个 MQL5 的代码文件。在我们写代码之前，我先把这个规则显示在这个右上角，大家可以对照着代码看一下。然后还是老规矩啊，我们先把我这个版权这些信息给它粘过来，这些都是很固定的一些内容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然后就是 include 创建我们的库文件，首先是这个 trade 类下的 trade MQH， 然后还有2个就是我们的 position info 和我们的 order info。引入库文件之后，还需要创建我们的这个实例对象，也就是我们的 trade 类。除了 trade 类，还有我们的这个 position info， 最后就是我们的 order info。引入这些库文件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自定义参数的这一部分。那么我们就先粘贴一下吧，先把它截个屏放在旁边，然后对照的编写一下。因为我这是给大家展示这个源码，所以这个权限验证这一块我就不写了，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嘛。那我们就写一下这个，首先是 group 基本参数，然后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， 也就是我们的 EA 唯一编号。input magic number 就是一个 int 类型。magic number， 然后写一个注释 ，EA 唯一编号，把这个改成大写。
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止损方式，止损方式还是 int 类型，叫 SL type， 给它一个默认值为1，然后就是止损方式。我这里的话就给大家展示其中的一种吧，就是这个固定金额的止损方式。其实其他的这3种止损方式啊，都是根据这个以损定仓这种概念计算出来的。其实你知道了这一种计算方式，其余的也很好推理出来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止损依据 SL Parim， 止损依据的话就不能是 int 类型，它得是 double 类型，默认给它$100的止损。止损依据，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做单时间周期啊、止盈和止损，是一样的。再粘一些过来。基本参数，第一个我们写一下这个，时间周期。时间周期是一个枚举类型 ，enum， 然后是 time frames， 这个就代表的是我们的时间周期，应该叫做做单的时间周期，重新改一下 ，trade time frame， 做单时间周期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止盈，止盈的话就是 double 类型，止盈用这个 TP factory 表示。止盈的话给它一个默认的1.5，止盈系数，它就是这个盈亏比的概念啊，盈亏比。盈亏比，然后如果我们传入0的话，就代表的是没有止盈价。接下来写一下我们的止损，止损的话就是 SL factory， 这边给它写一个2，我们的止损系数。它的这里主要的意思就是几倍的 ATR 作为止损距离，倍的 ATR 作为止损。好，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均线过滤的参数，粘一个均线过滤。第一个参数是均线时间级别，均线时间级别。再接下来就是均线，给它叫 MATF，MA。使用 int 类型，均线50。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拉盖尔 RSI 的设置，复制粘贴一些。拉盖尔 RSI， 第一个参数还是这个拉盖 RSI time，
时间级别。下一个就是拉盖尔 RSI 的这个阿尔法的值。拉盖尔这个单词不是很好写，复制粘贴一下。阿尔法的值。再接下来是，对，这个不能是 int 类型，这个得是 double 类型。再接下来就是拉盖尔 RSI 的这个超买的位置和超卖的位置。超买位置，超买位置，下面这个就是超卖位置。超买的话就是80，超卖的话就是个20，然后up down。再接下来是 ATR 的设定，我只粘贴一个 ATR 设定，还是 ATR 的 time frame 时间级别，然后是具体的 ATR 的值是多少。ATR 吧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他的设置啊，其他还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，首先它是一个布尔值的数据，它就是拉盖尔 RSI 出现反向信号时是否出场。先把注释写一下，拉盖尔 RSI 出现反向信号时是否出场。单词是真不好写，我只粘贴一下。is except for拉盖尔 RSI reverse 吧。如果反向出现这个 RSI 的信号的话，就出场。布尔类型的话，这肯定就是一个 for 或者是 truth。还有一个变量就是是否过滤掉高成交量的 K 线，就是先写跳过高成交量。是否过滤掉高成交量 K 的做单信号？还有，如果这个地方设定为 true 的话，我们就要给它选择一个高成交量的一个判定的标准。double 类型的，来取个 high volume by ATR， 它是通过 ATR 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嘛。使用多少倍 ATR 作为高成交量判定条件？多少倍 ATR 高成交量判定？好，还有最后两个参数，也
也是个布尔类型。是否这个就是 RSI 拉盖 RSI 再次回到信号区间的时候是否出场，也就是拉盖 RSI back 吧，设定为 true。RSI 再次回到信号区间是否出场？最后，如果是这个条件判定为 true 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参数，就是再次回到信号区间需要等待多少个小时。这个参数再写 int 等待多少个小时。back 默认2小时吧。再次回到信号区间，等待多少小时后才能继续交易。好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外部参数啊。这个指标的参数稍微有一点多啊，然后再把我们的全局变量写一下。首先就是老规矩啊 ，bus total， 然后是这个 point， 有使用到3个指标，那么我们就要声明3个指标的句柄，一个是 MA 的，还有2个是这个LSI， 还有这个 ATR， 这3个句柄，3个句柄就对应着3个这个句柄的数组，一个 buffer。这个 VS Code 它有个好处，就是它复制起来特别快啊。我们可以按照这个 Shift 和 Alt 就可以直接复制当前这一行，很快啊。然后 LSI ATR， 最后还有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DateTime 类型的这个需要延时的这个时间。好，这就是所有的全局变量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些 onInit 还有 onDelete 方法给它补充一下。onInit 还有一个 onDelete， onDelete 是一个没有返回值的，就是 void。还有一个 onTicket 的方法，它也是没有返回值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编译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这个 onDelete 方法还有一个参数啊，就是这个 reason。好，所有的方法变量都写完之后，我们编译一下。编译一下的话，很明显，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错误，然后告诉我们无返回操作。然后在这个63行这里没有返回操作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给这个 onInit 方法返回一个 int 的结果。再编一下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正常了，没有异常也没有警告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onInit 方法里面的这些初始化的操作给它写一下。首先肯定就是句柄的实例化了啊 ，MA 的 handler， 然后就等于 IMA， 一个参数是我们的 symbol，
第二个是我们的 time frame， 三个就是我们的 MA， Shift V0， 我们使用这个 EMA， 然后作用在 price close 的价格，好进行一个判断。判断一下它是否实例化成功了。如果它等于这个的话，那么就代表它实例化失败了。我们就会给它弹一个友好的提示框，并且给它返回这个 init field， 就是加载失败了。我们给用户提示一下这个均线指标加载失败，请检查相关参数设定是否合理。这是均线的，编一下，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没有。均线还有一个我们的拉盖尔 RSI。接下来我就直接称呼这个拉盖尔 RSI 为这个拉盖尔了，不然的话叫起来有点拗口。这是一个自定义的参数，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iCustom 来进行获取。iCustom 第一个也是我们的 sample，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拉盖尔的这个 time frame， 不写了，我直接粘一下，写起来太麻烦了。然后是我们的这个指标的名称，这个指标就叫做这个拉盖尔 RSI 啊。我已经把它上传到这个指标，我已经上传到网盘上了，需要的话自己去下载即可。这里的参数就是我们的拉盖尔的这个阿尔法，最后就是作用在 close 价进行一个判断，然后是拉盖尔，只要加载失败的话，给它做一个提示。最后是我们的 ATR。ATR 的话 ，MT5 还是自带的有的。一个参数是我们的 symbol， 第二个是 ATR 的 time frame， 然后是 ATR 的 parent， 余的就没有了。好，指标获取完成之后，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时序进行一下更改。ARAY site， 然后把它更改为 true。首先是 MA buffer， 还有两个，就是我们的拉盖尔，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ATR。然后再写一个方法，就是chart indicator 这个 ADD， 其实就是把它加载到我们这个图表上，把指标加载到图表上。MA handler， 下一个是拉盖尔的 RSI 的。再接下来是 ATR 的然后我个人还喜欢再判断一下当前的这个是测试还是实盘的环境。如果它是 tester， 也就是我们的回测环境的话，
我喜欢把网格线给它去掉。Chart show great 设定为 false， 就是不显示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on 以内的方法就写完了啊，没有异常。好，这一节就先这样，因为已经录制的比较长了。下一节我们就来看一下 onTake 方法里面的代码逻辑。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